苹果的 Studio Display 一发布，我就兴冲冲地掏出信用卡准备下单。我觉得 Studio Display 解决了我对现在显示屏的痛点，颜色准确了，有音响了，另外还附赠了一个摄像头。我勉强凑合的戴尔显示器终于可以下岗了，决定了，买它。但正准备付款时，一个声音阻拦了我。你不再想想？我是小天，欢迎回来。苹果发布 Studio Display 已经好几周的时间了，我看到各家的这个测评视频也都陆陆续续出来了。虽然晚了一点，但我今天还是想和大家聊一下我个人对于这款显示器的一些想法，以及为什么这一次我最终选择做了一个等等档。今天我们就要去那儿看一下这个 Studio Display 到底怎么样，第一次去店里面看一下。好，看到了，应该就是这个。边框有点宽啊，配的是 Mac Studio 和 Keyboard。首先，我们还是快速的回顾一下这款显示器的一些参数，或者说我个人觉得它的优点。Studio Display 是一款27英寸的显示器，起售价格11499元，只要加2000块，你还能额外获得一个可以消除大部分反光的纳米纹理玻璃。不过我个人会选择把这个显示器放在没有反光的角落。只要多加3000元，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能够调节高度以及旋转的支架。哇，好酷啊！但是还好我已经有了这个升降桌。Studio Display 呢，是现在我们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为数不多的 5K 显示器。另外你可以选择的是一款也是27英寸，售价稍微便宜一些 LG 的 Ultra Fine。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这一次这个显示器最让我心动的特色就是它支持空间音频的6扬声器系统。因为去年苹果发布的 MacBook Pro 的扬声器系统，我觉得效果非常好，再加上我自己使用的外接显示器是戴尔的，并没有扬声器系统，所以我这次对于 Studio Display 的扬声器系统就格外的期待。另外 Studio Display 还有一个1200万像素，并且还支持人物居中功能的前置摄像头，以及一个有工作室级别的麦克风。有了这个前置摄像头，当它作为笔记本电脑的外接显示器用来工作开会的时候，就再也不需要手动调整电脑的位置了。虽然不是必须项吧，但是对于我这样有时候会在家里工作开会的人来说，还是一个挺加分的选项。但是我也看了一些测评，说这个麦克风的效果确实是非常好，但是这个前置摄像头的实际使用效果好像并没有那么出色。苹果对此也已经有了回应，说会在之后的软件更新中改善这个使用的效果，所以我也比较期待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些比较好的改善。那说了这么多的优点，为什么我最后还是选择不购买它呢？其实让我犹豫的原因恰恰是它屏幕本身。5K Apple Studio Display 27英寸，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背景图片的原因，看起来还是有点颗粒感。有没有？哦，它是不是加那个纳米膜啊？是纳米膜，怪不得没见过这个。苹果在发布 Studio Display 的同时，也宣布了停产了27英寸的 iMac。而 Studio Display 这款显示屏，根据测评显示，它的屏幕效果不能说和27英寸 iMac 一模一样，只能说基本完全相同啊。相同的5120×2880的分辨率，相同的60赫兹的刷新率，相同的 LED 显示技术。唯一不同的是，最高亮度从500尼特提升到了600尼特。不过我相信大部分用户在用这个显示器的时候，恐怕在日常也并不能感受到这100尼特的差别吧。而使用旧的面板，也就意味着很多新技术的缺失。苹果别的产品线，无论是 iPhone、iPad、MacBook Pro 还是 Pro Display XDR， 无论是通过 OLED 面板、Mini LED 面板，还是精准背光控制，都能够实现 True Black 显示。大家可以看看 The Verge 这个 Pro Display XDR 吊打 Studio Display 的对比。Studio Display 这款老的 LCD 面板显示不出真黑色，只能寒碜的显示50度灰。同时 Studio Display 也没有现在最新的 iPhone、iPad 和 MacBook Pro 支持的 HDR 显示，只支持 SDR。这也就意味着这款27英寸的支持杜比音效的显示器并不能播放 HDR 内容。我自己已经有了和这台 Studio Display 显示效果几乎完全相同的 5K 27英寸 iMac，
只是它不能作为笔记本电脑的外接显示器，所以在家办公的时候，我确实需要一台额外的显示器来配合公司的笔记本电脑使用。Studio Display 1万块出头的一块显示屏，和它自家的 Pro Display XDR 的4万块的售价来说，确实不算贵。就看到了这个 Pro Display 要大好多，但是这个边框也比我想象中的要粗一点。12 mini 和这个的厚度比12 mini 的厚度略薄一点点，然后它配的主机就是 Mac Pro 的，好大个垃圾桶，后面是跟那种 Mac Pro 配套的这种垃圾桶式的设计。然后再看一下这个侧面 Pro Display 的侧面也感觉比那个要厚一点，只是和12 mini 的比较2倍吧。Pro Display 旁边就是这个 Studio Display， 我们可以看一下厚度，这个大概1.5。当我想着花了1万多买了一台新的 Studio Display， 显示效果却和我已经用了几年的 iMac 几乎一样的时候，我的心里总忍不住会有些膈应，觉得花了这么多钱，使用的却是一些旧的技术。而且最近也一直有消息说，苹果会在6月的 WWDC 发布一台新的 Studio Display Pro。所以我现在其实一直在等这一台新的显示器的发布。如果到时候发布了之后，售价还是很贵，和 Pro Display XDR 差不多要4万块，那我可能就能下定决心购买 Studio Display 了。如果它比 Pro Display XDR 稍便宜一些，在2万块左右，但是又多了一些新的功能，比如 HDR、高刷等等，那我可能会纠结一下。但我想大概率我可能会把 iMac 和我的戴尔显示器出掉，来换这台Studio Display Pro。 好了，以上就是我个人对 Studio Display 这款显示器的一些想法。作为一台 5K 的显示器，样子好看，显示效果扎实，又支持杜比音效，1万出头的售价，我相信它其实还是有着不小的受众。虽然我自己还是决定等等。屏幕前的你如果购买了 Studio Display， 也非常欢迎你能够在留言和弹幕分享你的使用体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喜欢记得点赞、订阅，一键3连，多多支持。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这里有个24英寸的 iMac， 正好也可以比一下这个厚度是怎么样的。iMac 的侧面就和12 mini 的差不多厚。然后这里有台 Studio Display 的，差不多1.5倍。